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当33岁迪丽热巴遇上25岁陈飞宇，我才明白为何说 CP 感是门玄学。果然，春天就是追偶像剧的季节。本以为玄幻剧已经没有那么广的市场了，毕竟这几年的出圈佳作少之又少。然而这部《白日提灯》却让人提起了兴趣。长相思导演又带着他的大制作回归了，这一次也是抱着打造现象级爆款的野心而来。站内热度破27000，海外多地登顶热度榜首位。只能说不论是剧情还是特效，都是相当高的加成。当然，更让观众不能拒绝的是男女主的 CP。领主与少年将军，掌控与赤诚的双向奔赴。剧情摒弃了女弱男强、女强男更强的套路，给出双强的最优解。女强的内核不会被动摇，男性角色的魅力也不弱。赫斯穆·迪丽热巴是生来为零，是时代以来最强的领主，掌管归墟灵界。他虽然不死不老，但却没有五感，无法感知色彩、味道、音色、温度、疼痛。断须陈飞宇是那个能够与赫斯穆共通五感的节奏人。虽然他出身名门望族，但却经历坎坷，家族安排的替身在活跃在朝堂上，而真正的断须在沙场上命悬一线。女主作为领主，对比凡人的能力必然是降维打击，男主作为节奏人，刚好能够填补领主的缺陷，充满宿命感。仅仅设定带感还不够，更令人上头的是赫斯穆与断须之间的拉扯。赫斯穆伪装成落难孤女赫小小，为了破望剑接近夺回城池的将军断须。两人每一次见面都是一场激情互演。断须明知赫斯穆的异于常人，但却以纵容的态度试探他的反应。而赫斯穆在楚楚可怜与气场全开之间反复切换，软硬皆施，想要拿到破望剑。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相处模式，越来越多的掺杂进戏假情真的成分，直到男女主都掉马。断须明知赫斯穆的强大，但仍然担心他受伤。他也知道自己的能力无法提供帮助，才会说我自不量力的担心你。情感胜过理性的认知，尊重对方的主体性而非强加负担。断须给了赫斯穆的足够的尊重，对感情格外赤诚。赫斯穆会为了断须打破规则，但是他最初对这段感情的拒绝也并非是不在意，而是在漫长的生命中看到了人灵殊途的本质。两人的情感本质上是双向奔赴，甜中带虐的拉扯是宿命的羁绊。浓颜系 CP 养眼，年龄差适配角色设定。对于白日提灯这类不落地的题材，要想观众能看得进剧情，选角的给足信念感，立得住人设。而这部剧中，男女主与角色的适配度相当高。先看迪丽热巴，浓颜系美人一直是她的标签。优越的骨相和立体的五官在妆容的加持下，更凸显了强势的气场。剧中赫斯穆的发型也颇有巧思，叠加发包后形成头包脸的效果，衬得头小脸小，更添上了几分柔和。但迪丽热巴更多呈现的还是赫斯穆鬼魅、危险、神秘气息。比如女主一身红衣缓缓从男主身后出现，下巴贴在男主的肩膀上，目光锁定在他脸上转到身前，战局当前独一份的松弛感与肃杀氛围格格不入。赫斯穆处在隔岸观火的位置上，几乎是以上帝视角看待人间百态，但唯独会在面对男主时流露出人情味，这种情绪波动比起游刃有余更令人心动。而陈飞宇饰演的断须也同样令人惊喜，五官硬朗又不失少年感，他的外形比较贴合年下的形象，清爽的气质与女主的明艳也形成微妙的反差。断须的情感的表达与赫斯穆也是相反的，他试探女主时期不动声色，甚至会流露出狡黠的神色，但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后，
段须比起从前反倒更谨慎一些，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真诚。陈飞宇这次的表现也可圈可点。33岁迪丽热巴遇上25岁陈飞宇，两人之间相差8岁，但400岁领主和少年将军的人设刚好符合年龄差，各自鲜明的气质也成就了角色之间的张力。看完《白日提灯》就知道 ，CP 感是一门玄学，演员贴合角色，但是不一定能够与对手戏演员擦出角色上的火花。即使是两位颜值、演技都在线的演员，也有可能没什么 CP 感。反倒是不刻意追求登对，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毕竟角色与演员、演员与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是剧本之外的。那么，对此你怎么看？